要太过分了！姐姐，姐姐，放肆！皇后万安，万安，免礼吧。谢皇皇后。真是目无尊卑。就是一个小小的下人，居然敢顶嘴。皇后，他们不光讥讽后宫嫔妃，还犟嘴动手，这次非得重重教训他们不可。哼！你说，我是该教训他，还是教训你们啊？你们两个已经入宫多时，都是有身份的人，既然在大庭广众之下不顾身份，故意刁难他人，吐口舌之争容易，羞辱别人也容易。可是，这是后宫的相处之道吗？是皇上愿意见到的吗？本皇后来了，你们还要搬弄是非？你们眼里还有皇上，还有我这个皇后吗？皇后恕罪。你们刁难的是魏姬，应该向她赔罪。请皇后不要责怪两位姐姐，她们也只是把心里的话说出来。她们说的没错，奴婢也觉得山花难比宫华艳。她们只是想教导奴婢宫里的尊卑礼数，奴婢受教了。奴婢只求与大家和睦相处，结姐妹之情。果然是皇上心坎里的人，宽厚又知大体。你们两个，与其花时间多嘴饶舌，还不如好好去养养性情，修修品德。臣妾谨遵皇后教诲。以前我们只是有些误会，正如我所说的，后宫纷扰，非皇上乐见。以后我们就好好相处，再无芥蒂，一起弑君，好吗？奴婢不敢当，奴婢只求皇后能明白奴婢的心。放心，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既能帮皇上分忧，又善待姐妹，为我分忧，就是我的好妹妹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不想再听到后宫有争斗宫劫的传言。大家要同心同德，互敬互重，服侍皇上，知道了吗？谨遵皇后训诲。哎，过来过来，啊，来过来过来，放这儿啊。嗯，小心啊。知道了。母亲，这些全是皇后送过来的，没想到吧？佳儿，礼物都可以照单全收。只是食物嘛，我可就不敢吃了。谁晓得里面有没有？哎，你不要命啦！易叔叔，易叔叔，没事吧？我本来有命的，被你这么一拍呢，我就没命了。我不是怕它有毒吗？嘘，皇后所赐的，你竟敢说有毒？嘿嘿，你放心，如今什么形势啊？皇后哪敢惹是生非啊？要真是这样，不就和你一样傻了？吃啊！对。这个世道可真够现实的。太后刚赐了子夫花露，游了湖，皇后就马上见风转舵，来拉了我们子夫了。哎呀，你看事情真简单呀！哎，你看啊，就像这流心糕，外皮虽然是甜的，但里面的馅儿呢却是咸的，表里不一呀。所谓拉拢呢，当中大有文章。易叔叔，那会是什么文章啊？嘿，我女儿问你话呢，你说呀，答不上来啦。哎，好啦，是什么文章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，我跟他们终于有机会和平共处了。我相信假以时日，诚心以待，他们会接受我的。是。接受他？哼，我看到他就想吐。我堂堂一个皇后，竟要讨好一个佳人子，还要以姐妹相称。如今连太皇太后、皇太后都对他另眼相看，我们怎么好再从中作梗？那些环差耳道也很贵重，真是便宜了他。
如今你跟皇上之间的隔膜渐深，你就不得不忍上加忍啊，娇儿。想不到这个贱人如此有心计，先是肝胆狐媚妖姬这污名，一个翻身，原来是替皇上办事，还一副委屈可怜的样子。功他全领了，我输得好不甘心啊！要论输赢，现在也太早了。他既然故作大方得体，你就要好好利用啊。现在他就是带你回到皇上身边的小舟，你暂且当他是一条船，用完即弃不就成了？可是我一想起他那故作善良的模样，我就觉得矫情。什么和睦？讨厌！后宫要是能和睦，那猪狗都能升天了。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！母亲，好痒啊，越来越痒，我受不了了。哎呀，这玉燕粉是薛御医祖传的秘方，韩嫣说当年曾轰动民间，让不少本来无所出的都能怀胎，十分的有效。可是母亲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太痒了。哎呀，就算受不了了也要忍啊！你若真的想把它压下去，现在就只有一个字：忍。来，好，待我怀上龙翼那天，我一定要那贱人百倍偿还。你在画上贴上这些雨点是什么意思？望陛下雨露均沾。你就是喜欢将我推给其他人吗？浇花翠叶得成雨露，才能开得艳丽，宫中才能美景长存吗？我知道你识大体，可我也不想你心里难受。不会的，子父只想宫中和睦，这样陛下才能真正无后顾之忧啊！贤惠如你，怎会不叫人动心呢？即使雨露均沾，满庭花轿，我还是想让你知道，我也只会住一株幽兰。启禀陛下，皇后求见。陛下晚安。参见皇后。起来，起来。臣妾不知魏姬也在此，阻扰了陛下与妹妹。无妨，朕只是在作画，遂传魏姬来侍酒。这里繁花似锦，难怪陛下有此雅兴。臣妾刚得了一盆晚香玉，此花只在夜间盛开，芳香浓郁，想要陛下一同欣赏。啊，要不魏姬也一起去吧？奴婢谢过皇后，今日奴婢身体不适，想回去歇息，还望陛下皇后恩准。既然累了，那就好好休息。那你先回去歇着吧。诺。看着皇上和他人而去，心里很难受吧？不舍是有，没有难受。刚才卫青来过了，提起你们母亲的寿祭，说今年兄长姐姐们回长安，
问你能否相许。没想到，这么快1年又过去了。去年就没赶上，那今年……自从我们一家分散各地，每年就盼这一天，与兄姐们共聚天伦。你就别想那么多了，深入宫门那是说出去就能出去的。可是我真的很挂念他们。子夫啊，去年出不去是因为皇上不在，可今年皇上在宫里，而且他现在还这么宠你，这么疼你，只要你跟他求情，他一定会让你出去的。说的也是啊，我常占帝宠，已经惹来不少怨怼，岂可再恃宠生骄，坏了宫中的规矩？姐姐，我这个好，香气浓郁，是桂花香，真不错。我这个才好，颜色鲜艳，是芍药吧？我最近啊，总觉得头痛眩晕，目赤肿痛。有了你这菊花香囊，散风清热，看来很快就会好了。你们手上的都不及我这地黄香。是啊。皇后何等尊荣，就只有地黄香才能相称。好香啊，好香啊！你这个是吗？这里好热闹啊！参见陛下。都起来吧。谢陛下。今日月圆，皇后既邀大家晚膳后赏月，皇后是主。朕刚才不让通传。就是不想打扰你们的兴致。你们手上拿的是什么呀？魏姬好厉害呀，她亲自采花为大家缝制香囊。更难得的是，每个香囊都不一样，是依妹妹们的喜好特别缝制的。你倒花了不少心思。能合姐姐们的心意就好。你看我们这么高兴，就知道你的心思没有白费。陛下，这回妹妹该赏了。那皇后认为该赏什么？只怕金银财宝入不了妹妹的眼。那日我见一侍女躲在一角哭泣，一问，原来是思家。魏姬进宫以后，从未探望过家人，想必魏姬也是个恋家之人。陛下可否恩准魏姬出宫，与家人团聚呢？不可，毕竟她还只是家人子，不能因为她破坏了宫里的规矩。还以为他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哼，没想到，这比起你等他出宫以后由你趁机独占皇上，还要更加让人宽心啊！可不是，皇上回绝他的时候，他那不可置信的表情，哼，我想想就开心。娇儿，你也别太放心了。皇上这么回绝他，倒不太像平日的皇上。哎，会不会？皇上始终是皇上，怎么会专宠一人？等过些日子腻了，自然就会换人。可是皇后始终是皇后，她说过不会离弃我的，这诺言看来真能守下去。当然希望皇上能够信守诺言，但你一定要怀上龙胎，生个皇子，这样你的皇后之位才能更加稳固。我知道，母亲，这玉燕粉好像越来越痒了。这次啊，薛姨姨加重了配方，药力更强，你可一定要忍。母亲你只管放。那卫子夫看来是朝不保夕，待我有了龙印，看他还怎么风光。好。
还差易叔叔的烤肉东西就齐了。不知道卫青他们买了什么酒祭母。皇上这次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连皇后都开口了，他居然还是不许。依我说呀，男人都是一个样，心肠硬，再疼再爱，也只会跟你讲规矩。也不能怨皇上，毕竟他是一国之君，万事都要顾虑周全。我现在有你们母女陪我一起祭母，也很好啊。祭拜之后，我们要痛快的吃喝，母亲要看着我们开开心心的。花椒烤肉来喽！哎，其他东西准备好了没有啊？好了，都好了啊，先去蔚兰亭那边叫酒拜祭。哎，走。魏姬，皇上召你现在去湖心亭，魏姬今天恐怕难以分身了。诺。闷吗？不闷。看来该奏乐助兴了吧？诺。我虽然不能破例让你出宫，却能召他们进宫，所以一直在暗中安排。那天在交房殿，皇后提出让你出宫，我也曾犹豫，要不要继续隐瞒你。如今看到你惊喜的模样，我就知道当日的决定是对的。这次你安排得很好，朕要好好的赏赐你。其实臣也没做什么，只是待魏姬离开了，跟懿寒、喜娘说了声，他们就配合布置了。朕不是说这个，若不是你，朕不会知道他与家人一年一聚之事，也不会看到他如此爽朗兴奋的笑容。臣只是偶然从卫青那里得知，向陛下一提罢了。没想到陛下会花这番心思，这番心思值得花。当时朕回绝了让他出宫，看到他那么失望难受的模样，就觉得心痛，几乎都要把事情说出来了。幸好陛下没有说，要不然就没有魏姬现在的惊喜和高兴了。这份雀跃，必永存他心间。这也不枉朕陪他难受多时。臣不阻陛下家言，先告退了。好。
好。你们别拘谨，今日是魏家的家宴，就当朕来沾光好了。你们就像刚才继母之后，姬月唱歌时那么畅快自在就是了。朕先敬你们一杯，喝过这杯之后，大家就像家人一样，畅所欲言。谢陛下。谢陛下。好了，都起来吧。叫！你们刚才唱的那首歌谣很有意思，是民间常唱的吗？是我们乡间一位夫子编的，好让学生们容易记得他所教的处世之道。他教得很好，要是天下人都学他的处世之道，那就太平了。这夫子还在吗？朕真想重重赏他。那回雨灾，各自逃难之后，就没有人见过周夫子了。真是可惜啊。那除了周夫子这歌谣，你们小时候还有什么趣闻轶事、湘谈风俗，说来给朕听听。其实也没什么，我们是穷乡，孩子们都只在沙地上田埂旁练习写字。对，姐姐呢？喜欢在晒着干花干果皮的鸡上画字，姐姐学字啊，学得又快又好。周夫子啊，最疼她了。所以子夫啊，很招人嫉妒。但他常说要守夫子的教诲，所以他一知道有人因为他而心里不好受，他就会费尽心思的去跟人家和好。不是要说风俗，怎么说起我来了？这个朕爱听，继续说。那我说了，姐姐最拿手的，就是她的蒸饼。是啊，好特别的蒸饼。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是粉团里加了蒜，所以比较香。快有2年，没有尝过子夫做的蒸饼了。陛下如不介怀，奴婢这就去蒸饼，有叶寒叔叔还有沈家他们帮忙，很快就能好。好，你去吧。朕也想尝尝你做的蒸饼。诺。别因为他走了，大家都停下来不说了。朕真的想知道些民间的趣事，继续说。回陛下，我们小时候喜欢放竹筒灯，拿竹做船，把愿望写在上面。这个子夫最爱玩了。对，我们常玩的。可以为人祈福。竹筒灯，朕好像见他做过，上面放花瓣，对吧？没错，还有一阵儿，我们还爱玩结发。结发？参见陛下。看此发丝，有粗有细，非一人所有，是男女定情之俗。你将此物随身携带，想必它的主人是你朝思暮想之意中人。到底是谁？是臣数年前戍守边关时相识的女子，不过如今那女子已嫁作人妇。臣参见陛下。你可知欺君何罪？臣愚昧，未知陛下此言所指。臣万万不敢欺君。你跟朕说，你与关外女子
有结发之情，这是真的吗？你说结发是关外的民风习俗，这又是真的吗？你还敢说没欺君？陛下，请听臣解释。你无需解释了。此事已有证人，卫青。陛下，段宏，你为何要隐瞒朕？可知欺君之罪，论罪当斩。段大哥呀，段大哥，我们小时候乡间玩的那些玩意儿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这什么记性啊！差点让我们全家笑话皇上，让皇上失礼呢。正是，你说结发是关外的民风习俗，但原来中土就有，你小时候也玩过。昨夜他们说起结发之事，朕还反驳，你叫朕在人前出丑。臣实在不记得小时候也玩过这种结发游戏，心里只挂记着关外那段情缘。臣没有欺骗陛下的心，求陛下明鉴。朕知道你是把儿时的玩意儿忘了，可朕问你民间的风物习俗，不单是好奇，还真是想多了解民生民情。你若不尽不实，那岂不是……臣罪该万死。若朕就为此杀你，恐怕朝堂之上没人能活了。幸好这次只是在子夫家人面前，若换成是宣誓朝议，让其他大臣指证出来，朕可是英名有损呐。臣知罪。你帮朕安排子夫与家人团聚，朕说过要赏你，那就功过相抵吧。谢陛下。弟弟，你不是要找易叔叔吗？快去吧，他今日要出宫采货，去晚了就来不及了。不用我帮忙吗？你记得平阳府的书阁吗？我以前每天爬上爬下去打扫，这种小事还要你帮忙吗？快去吧。那姐姐小心一点。嗯。陛下，这次的脚底戏跟以前的大不相同，戏台要够大才气派，又可以让宫里更多的人观赏，增进大家的感情。既然皇后有此安排，段宏，到时候太皇太后也会来看戏，戏台上下的侍卫如何分配，你全权安排。诺。关于建台的工匠，臣妾已经安排好，各宫殿的人也都通知了，陛下只要来看戏就好了。皇上！你没事吧？陛下圣安，皇后万福。免礼吧。全部安好，魏姬请放心。太好了。魏姬怎么会去摘鸟巢啊？因为听说这儿后2日要砍树建戏台，奴婢担心。你怕雀鸟巢清蛋碎吗？鸟已下蛋，虽然弱小，但始终是生命。朕倒没想过会伤及雀鸟。皇后，在这里建戏台，要砍不少树，不如像往常一样，在殿内看戏吧。那就在殿内看吧，陛下喜欢就好。我已通知各宫殿要建台演戏，现在才说不建，就为那雀鸟下蛋，岂不是怪我不能生？皇上还在下人面前甩开我，去救那贱人，让我这皇后颜面何存？娇儿，你动气也没有用啊，不如调养好身子，带着偏方见效就好了。进那奇痒无比的玉燕粉，吃那些古怪难咽的苦药，再服那些滚烫的玉石，如今还要扎针。娇儿啊，你不会白吃这些苦的。
若有人敢让你白吃苦，母亲定会替你追究算账。到时候，只怕有人保不住项上人头呢。窦太主，小人献上的宝石越来越亮，殿内赤海棠也越开越盛，皆乃吉兆啊！喜事自会到来。皇后，臣已经准备好。薛御医，给皇后瞧瞧。薛姨，快点儿！春林，皇后近来胃口如何？回窦太主，皇后近来胃口不好啊。哎，院士来了吗？没有来。真的呀？哎呀，哎，薛御医，皇后究竟怎么样啊？薛御医，你快说啊！往来流利，入盘走珠，应指圆滑，回旋前进。哎呀，到底怎么样啊？你快说呀！啊！恭喜皇后，恭喜窦太主，是喜脉。真的？哎呦，娇儿，真的。拜相天成，确有龙意。不过皇后一时受不住大喜大悲，依臣之见，为了龙胎，请皇后一切格外小心呐。不枉小臣千挑万选，把薛御医找来为皇后诊治，总算没白费心思啊！恭喜皇后，恭喜窦太主！好，好，好，本公主一定重重有赏啊！哎呀，这下你苦尽甘来了，快去禀报皇上和太皇太后啊！哎，母亲，不用急在一时，我已等待多年，终于喜获龙意，我才不要这么轻易的禀报皇上。唱优们都准备好了吗？禀陛下，这场东海皇宫是大戏，衣服道具颇费时辰，可差不多准备好了，很快就可以开始了。怎么还要我们等啊？不如韩大夫先给我们表演一场。上一次韩大夫唱戏，讨了太皇太后不少的赏赐呢。臣最近得高人指点，学会了别字之术。陛下要是有兴趣，臣愿意献丑。陛下，要不就出个字，让韩爷测一测，就当解解闷儿啊。皇后就是喜欢这种荒诞玩意。今日春季刚过，赏花同乐，歌舞助兴，朕就出一个“享”字让你测测。享。陛下大喜，这是汉室之福，请受臣一拜。别卖关子了，快说，如何大喜呀？回太皇太后，这“享”字上有屋檐，檐下有口，民之兴衰，丁口为重。口下有子，这是子嗣啊！这“享”字出自皇上之口，果然是吉兆。臣斗胆断定，在座后妃之中，必有人也怀有龙意。你怎么了，娇儿？你怎么了？娇儿，是不是饮多了，要回去休息了？其实娇儿近日食欲不振，还常常觉得恶心难忍，头晕乏力，晚上又嗜睡多梦。那是否看过御医？臣妾看过御医，御医说，皇后有了身孕。真的吗？是。此等天大喜事，为何不早说呢？臣妾是想等再稳妥些，因为毕竟这是皇上的第一个子嗣，所以还是谨慎些好。来人，速传太医令。
恭喜陛下！你这字测得奇准，朕必重赏。谢陛下。恭贺陛下，喜得龙翼。好，不枉娇儿一直小心饮食，调养身子，终可为皇帝添子添福，为皇宫添生气。你们可都要以皇后为榜样，为我大汉延绵子嗣，开枝散叶呀！谨遵太皇太后教诲。本来我以为未姬深得皇宠，必会先有身孕，没想到上天眷佑，给我这样的机会。哎呀，娇儿，你也别太自谦啦。从来子息天地，定是上天福泽善人，佑我大汉，才让你得这龙胎啊！窦太主说的是，的确是天恩浩荡，福泽皇后。恭喜皇后。魏姬说得好，待会儿太医令诊断确切了，你们都有赏。谢陛下。往来流利，入盘走珠，龙胎可安好？太医令，你可要多为皇后开些进补的方子。皇后现在不宜进补。难道胎儿有事？其实，皇后没有身孕。皇后说，曾有御医诊她有孕，可你说没有，到底谁对谁错？皇后确实没有身孕，而是患了一种颇为特殊的病症，胃气充斥内腑，使上腹胀痛，导致食欲不振、恶心难忍、头昏乏力及嗜睡等反应，症状与害喜几近相同，判断失误也是难免的。什么？何为症状几近相同啊？你医术不精，别在这里胡言乱语。皇后是否喝过混有艾草的药食？民间有助孕的偏方，常会添加艾草。这些艾草具有驱寒收血之效，也会导致月事不顺，常令人误会有喜。而且御医应该给皇后施过针灸。够了，够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没有你什么事儿了，退下去。诺。皇后既然是病了，那就好好调养吧。娇儿，不要太过伤心了，你还年轻，来日方长，现在调养好身子，日后一定会有机会的。祖母是不是累了？啊，是啊，今天是的确有点疲累了。那孙儿先送祖母回宫吧。你们继续看戏尽兴。不过皇后身体不适，也不宜玩得太过。恭送太皇太后，恭送陛下。退下吧，退下，退下。娇儿，母亲，找到那个庸医没有？哎呀，他一定知道事情败露，早就逃出宫了。我已经派人去抓他了。娇儿放心，这个庸医一定不会有好日子过。哼。不是跟我一样，
还说要扬眉吐气，要风风光光，结果却在所有人面前丢尽了脸。皇上始终没有怪罪于你，也没有深究我们尝试偏方之事，证明皇上还是很顾及你的颜面啊。哎，娇儿，我现在还有什么颜面呢？哎呀，那个贱人一定笑破了肚皮，皇上也一定恨死我了。祖母当时期盼的笑颜犹在眼前，大家的甜言蜜语犹在耳边。不管他们是不是真心，我都觉得好幸福，娇儿，好风光。还有那个贱人，阿谀奉承。皇上一直都看着我，原来都是一场梦。醒了，一眨眼，全没了。娇儿。别难过了，娇儿。皇后早得龙子，皇后凤体安康，这都是你的愿望？不用了。为何你为皇后起这么多愿，为朕的却只有皇上国事亨通？还以为你会说皇后不是，陛下却体健安康，所以还是得为皇后多祈点福。可不就是为了这个？记得上次你做这种竹筒灯的时候，是皇后受了伤，朕来图个清静，你却一个劲的只问她，让朕好难受。后来，陛下出巡济民，我们一别就是1年。是啊，有些事情原来是不会改变的。你跟从前一样，不论别人如何待你，你都会诚心以待，衷心祝福对方。奴婢所能做的不多，所以只有祈求上苍，希望后宫人人幸福安乐，而我能与皇后和其他姐姐们和睦共处。真的可以吗？你如此聪慧，应该知道皇后只是表面与你交好。你见她今日以为自己怀孕，那种意气风发，却在言谈之间讽刺你。皇后说的话句句都很得体，奴婢倒不觉得在讽刺我呢。要是宫里人人都像你一样，即使没有孩子，朕起码能心安。愿意让朕帮忙吗？让朕亲自刻一句“子夫安好”，送去祈福。有陛下在奴婢身边，一切自当安好，不用祈福。朕明天又要走了，李广报称边疆有异，朕准备去一趟上郡夫市，亲自查看。那里风沙猛烈，陛下要注意身体。朕倒是没什么，可朕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。之前朕2次出宫，你都几乎出事。这次皇后心情又不好，不知道会不会又生出什么事端。慎重起见，朕已命段宏留守宫中，保你安然无恙。谢陛下，奴婢自当做好本分，不会惹皇后烦心。请陛下安心出巡。去了上郡，
是，突然来的消息，说什么外敌在边关扰乱，伤了些百姓。就这样一声不响的走了，连看我一眼都不愿意。都怪你！小的知错，这回都怪小人认人不清。但是几经辛苦，小人已经将徐庸医处置了，帮皇后出了口恶气。小人求皇后看在韩嫣从小尽心侍奉皇上，又是和皇后一起长大的份上，饶恕小人。饶恕你？这次就饶了你，不要在这里碍眼了，回去好好想想如何将功补过，退下吧。谢窦太主，谢皇后开恩，小人定当全力补过，小的告退。娇儿，这个韩嫣人脉甚广，我看还有用得着她的地方，你暂且忍一时，往后让她加倍奉还。母亲，你叫我忍，我忍，多难受我都忍了，当中吃了多少苦头，母亲你是一清二楚的。可你看我却落得如此下场，皇上连一句道别也没有就走了。皇上乃一国之君，当然万事以国为重。你若再这样自怨自艾下去，只会把皇上推得更远。这不是给了那个魏姬机会了吗？来日方长，我倒要看看魏姬那个贱人，她能够得意到什么时候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我们听喜娘说你病重，所以就过来看看。喜娘，你又胡说什么了？你们看，我这不是好好的。可你最近确实是吃不好、睡不安、提不起劲儿。我不过是说的夸张了一点儿。我只是小事，如今要卫青赶来，又让段大哥连夜奔波，若耽误了段大哥的公务或者休息，叫我如何心安呢？皇上命我保护你，你的安危就是我最重要的公务。虽然没有喜娘说的严重，但你的脸色不太好，真的没事吗？我没什么，可能是皇上不在，我总有点担心，所以心绪不宁罢了。还是叫御医来吧。佳儿刚去请了。哦，那待御医来，确定你没事，我再回去。你一直在发热，先喝点汤吧。姐姐，魏姬，这阵子常发热吗？是啊，可也不太严重。不如让我来把把脉。你也会把脉？有劳易叔叔。怎么样啊？你倒是说句话呀！魏姬，你果然没病。你有喜了。你到底懂不懂啊？别不懂装懂，这种时候乱说有龙胎，可是犯大忌的。魏姬，当日皇后说有喜，她那种种症状你都有吧？我是有点头晕、恶心、身体乏力，以为是季节变换所致，就没有在意。那你这还越说越像了，难道真的有喜了？易叔叔，那我赶紧追出去，让佳儿请最好的御医来。哎，你别弄错了，像皇后一样被人笑话。哎呀，你现在应该赶快去拦住佳儿，千万别让她去找御医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是信口开河，怕被揭穿吗？魏姬有喜，那是千真万确的。
但是现在如果被御医诊断出来，必定会震动宫中上下。那才好呢，就是震动宫中上下才威风嘛。哎呀，皇上不在宫里，这些威风不要也罢。为什么？这种时候怀孕，极为不利。皇后先前因为误会怀孕而大为失落，如果现在被她知道姐姐有孕，必定会心生怨怒。所以，最安全的办法就是装不知道。各机器的饮食、药用都一切如常，没有人拿什么安胎助孕之药食吧？没有。那就好。皇后，虽说一切如常，唯独兰陵殿那边记录不全。拿来给我看看。他最近应是时候找鲍世成检查，但因事没去。还有何特别的？魏姬最近甚少露面，平日他都会与沈家一起在庭院打理兰花，但是最近只有沈家一个人去。哦，还有，这阵子他们好像特别奇怪，侍女们也很少和其他人谈话，扔弃东西也遮遮掩掩的。好了，你先退下吧。诺。母亲，那个贱人不至于这么好运吧？别急，先查清楚。那个贱人要是怀孕却秘而不宣，可就太好了。这世上意外之事常有，一个不小心，随时都有可能滑胎。既然谁都不知道这个小贱人她有身孕，如果出事，那可怪不了谁，只能怪她自己了。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你这不是自作聪明吗？现在人家在明，我们反在暗了。喜娘，别这么说，也许是我们太多心了。子夫，若不是我亲眼所见，我也不相信，真的有人进来翻我们的东西。其中一个我认得，应该是交房店的人。那些安胎的药渣有没有被他们捡走啊？我也不确定，本来搁着煮菜的时候烧掉的，也不知道有没有被他们捡去一些。我仗着能在宫中自由出入，本想越过御医给姐姐拿药，如今看来，还是被他们识破了。既然他们这么想要查根究底，就让他们知道的更彻底吧。什么意思啊？不是说要保密吗？此一时，彼一时啊，你没听说过吗？用兵贵乎多变，看来当下保护姐姐最好的办法，就是让宫中上下都知道姐姐怀了龙裔。那该如何弄得宫中上下都知道呢？难道要像皇后那样照大家看一场脚底戏吗？这倒不必，只需告知一个人就可以了。对，一个人知道就够了。娇儿给太皇太后、皇太后请安。免礼了。参见皇后窦窦太主。娇儿啊，你来的正好。那个韩嫣还真有本事，算出了皇宫会有急事。太医令证实，魏姬真的是有喜了。啊，那我要恭喜母后，恭喜皇太后了。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啊！就是啊，我早说魏姬该是第一个怀有龙裔的，果然是啊。祖母终于有曾孙儿了，孙儿也为祖母高兴。娇儿就是识大体，知哀家的心呐。过来，过来。
这可是皇上的第一个孩子，是皇宫上下的头等大事啊。这是当然。现在彻儿不在宫中，虽然兰陵殿的人会贴身照顾魏姬，又有段仆夜做保护，但哀家仍然无法完全放心。娇儿，你乃6宫之首，掌管后宫事务，哀家就将魏姬交付于你了。由你负责保护龙毅，哀家就安心多喽。谢祖母信任，不过保护龙毅责任重大，孙儿恐怕……难道娇儿要祖母整天担惊受怕不成？不，怎么会呢？只是母后，你放心，娇儿她懂得轻重的，一定不会掉以轻心。是，娇儿定会竭尽所能，带领后宫姐妹好好照顾魏姬和她的胎儿，不让皇祖母忧心。好，一国之母许下承诺，哀家自然无需忧心。谢皇后。禀皇后，魏姬脉理平稳，胎正气顺。那就好了。皇后万福。你可以回去向太皇太后复命，顺便开几副安胎药给魏姬。诺，臣告退。你们都来了，是想来沾一沾魏姬的福气吗？昨天一知道魏姬有喜，高兴的大家都手忙脚乱，还没备好礼物呢。所以今天臣妾特带礼物来贺。见过几位姐姐。魏姬，这是琥珀珠，可以辟邪的。妹妹若戴上，腹中的胎儿一定平安又健壮。谢谢姐姐。这是我珍藏的上等安神香，听说怀孕会心神不宁，此香可以舒心凝神，让妹妹睡得安稳。谢谢姐姐。好了好了，不要缠着魏姬了，你们把礼物放下就好了。人家有身孕，身子容易疲累，大家坐一阵就回去吧。可是我们还是要多走动走动比较好啊。魏姬不但有皇上宠爱，还怀有龙子，这往后母凭子贵，我们不来多沾沾福气，怎么成呢？哎，肚子争气就是不一样啊！那个什么姬说什么来着？要常来沾沾福气。以前啊，谁把我们这个兰陵殿放在眼里？现在可好，原来看不惯我们子夫的，都抢着巴结他。你说说，这是什么世道啊？哟，卫青走起路来都威风不少啊！来找你姐姐的。好。她累极了，正在休息，你等会儿吧啊。好。这些都是各位嫔妃送过来的。可不是嘛，你姐姐现在是大红人儿，连我们下面办事的都有人来奉承。奉承什么呀？哦，你是不是私底下收了谁什么好处，要替他美言呢？哎，你别说那么难听好不好？大家都是看着子夫的面子，我只是盛情难却罢了。哦，哎，这些呢？哎呀，你好大胆呐你！连给子夫的你都私吞了？我没你想的那么卑劣，是子夫说的。东西够用就好，重复的、无需要的可以分给我跟嘉儿。对，你有理，你有理。反正啊，你有个争气的主人，你和嘉儿以后就富贵无忧啦。你还好意思说？都是因为你。
我家儿当年是高子夫一品的，何来如今他是主，我家儿是仆？送来的东西多了，才轮得上我们去捡。当初若不是你害我们家儿出丑，说不定他早被皇上选中了呢。你到现在还说这个呀？这个人有个人的命啊！你是说我家儿就该给人家当婢仆吗？哎呀，哼！枉我这般悉心栽培他，那次若他被看中了，就不用我劳心了。现在进了宫都出不了头，他就是整天傻乎乎的，什么也不去争，只懂着低头拿些针线。哎，喜娘，女工做得出众，这也是很好的。女工出众有什么用啊？粉妆不爱涂，绫罗不爱穿的，还能指望她找个猴王将相做夫婿吗？人家子夫都怀了龙翼了，你说我急不急？哎呀，人善天不欺，心善自有天佑，你这是白着急啊！别在这里说风凉话了。她若是你女儿，我看你急不急？沈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好了，还说没事呢，花都快被你浇死了。喜娘一碰上易大叔啊，就会吵，这一急起来啊，就口不择言。你别在意啊。可母亲说的都是实话。其实我从来都不敢跟子夫比，怎么比呢？他既聪慧又善良，就像这兰花一样，而我，就像我的名字一样，不过就是一株渐生渐长的芦草罢了。你知道芦草最厉害的是什么？你看啊，芦草可以盖房子铺屋顶，又可以做扫帚，可以编草席铺炕，还可以呢做成芦笛吹曲子。芦草还可以编篓子编帘子，芦根呢还可以入药的，真是从头到根都用得着，了不起啊！你看你这双手多灵巧啊！我记得当日公主秀贝选了你，而没选我姐姐，对吧？喜娘若是没有你陪伴，她怎么办呢？我姐姐若不是你处处维护照顾，在宫里的日子也不好过呀。所以啊，我应该好好感谢你才是啊。我要真有你说的那么好就好了。我母亲始终觉得我胆小软弱，一事无成呢。疾风知劲草，话虽易折，可是那些小草稍微的弯了一下腰，却挺立依然。它尚且如此，家草是出生的芦草，更应该活力百倍啊！家草，你应该一如那些出生的芦草，一定要生生不息，经过风吹雨打之后，仍然可以昂首不惧，这样才不枉你的名字家草。嗯。参见公主。毋需多礼。知道你姐姐有了身孕，我很高兴，本想着亲自去探望她，但最近君侯忙于四处找建功的良木，很多封地的事情要我接手代办，所以一直没有闲暇。公主有心了，我姐弟二人一直承蒙公主关照，感激不尽。目下一切顺利，公主不用劳心。顺利就好。你入府，莫非有事找君侯？是，朝廷已经把建真宫的征地款批下来了，我来特意告诉君侯。思和，去请君侯出来。诺。征地的事情都解决好了吗？难道有困难吗？恐怕黄金万两，也难以让村民满意，交出土地。为何会这样？这些村民竟然如此贪心。公主误会了，并不是村民贪心，而是他们不愿破土迁坟，惊扰先人，为的是孝道。可君侯，他不是这么跟我说的。君侯一直以为，力之所在，万事可成。既然你并不认同他，那你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困难？卫青不才，并没有什么良方，只是卫青从公主那里借过一本书，
孙子兵法》，其中有言：“上兵伐谋，知其所需，谋事方能顺利。”既然村民们为的是孝，我们能不能想个办法，让他们得以尽孝？这什么意思啊？你们想怎么样？这权柄都抬来了，还不满意吗？我们要的不是这些。对呀，我们不要这些钱，不要这些。我们要的不是这些。对。卫青，要是村民像上次那么蛮横，你就即刻护着我走，明白吗？哟。快走！平阳公主驾到。公主来了。夫人小心，这些都是锹，危险啊！君侯放心，本公主是当今皇上的亲姐姐，平阳公主。平阳公主万福！都起来吧，我今日来有2件事。第一，你们之前伤了官兵，朝廷念及你们是为了保家园、存孝义，网开一面，不予追究。谢公主开恩。第二，人有恒言，皆曰天下国家，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。人人为国出力，以扬家声，以立功名，本为好事。你们何以冥顽反抗？这岂不是有违忠孝之道吗？公主，迁坟破土，恐先祖不宁，只怕忠孝难以两全呐。不顾迁坟，当然是大忌，但如今皇上欲见公事，这关乎我大汉国威的社稷大事，功在千秋。你等为国出力，于朝廷有功，光宗耀祖。万代传芳，好啊，太对了，你们为先祖迁坟后，皇上还恩准你们建祠供奉，以彰先人之善德，受千秋万代之称颂。谢皇上恩，谢公主恩。你们以后啊，不要再闹事，换块良田，继续耕作祭祖。好，是，好，就这样，村民们都被公主说服了。君侯的几箱钱币，也不及公主的一块牌额啊。平阳公主才智过人，令人敬佩。卫青，你以后不用再为建章宫征地一事担忧了。是啊，虽然今天公主不在，但是我建议，待会儿一定要为公主喝一杯，遥敬公主。这杯该喝。自从上次你被村民打得遍体鳞伤，子夫就一直提心吊胆的，身怀龙翼也寝食难安，生怕你再出什么乱子。哎呀，不关我的事啊！我本来不想说的，是你姐姐她自己看出来你受了伤，我也是没办法呀。你又不想让你姐姐知道，她只好假装不知道喽。姐姐，我没事。人的情分总有轻重，亲情也如是。子父与卫青从小感情就特别深厚。那是因为卫青出事以后，母亲在外做事，兄姐们又要下田，卫青从小是我带大的。卫青，你姐姐对你的关爱之情，不是其他姐弟能比的。以后不论发生什么事，都不要瞒她，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别让你姐姐担心。姐姐，我答应你，我以后一定会事事留神的，我会好好保护自己，不会让你再忧心。
笑了就好。子夫，你以后一定要多笑一笑，将来啊，你的孩子才会越来越可爱。以后生个小公主，也要像沈家这么会哄人。呸呸呸！怎么会是公主？一定是位皇子，像皇上一样英明神武的。还要啊，像劲草一样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都能昂首挺胸，生生不息。也要像他舅父一样，勇猛上进，待人以诚啊。如果还能像段大哥一样，武功非凡，忠义双全，就更好了。哎，还要像我这样啊，厨艺一流，口才了得。你有什么口才？只是耍嘴皮子的功夫罢了。少在这儿胡说八道的，拿菜去。哎，喂，走。你这。苍天降福，魏姬身怀皇帝第一个子嗣，实乃大汉之福。今日特带你们进此传德殿，是想让你们感念先祖的加言善行，以静身心，自省修德，祈求上苍及先祖佑大汉子嗣连绵。魏姬，奴婢在。上前谢苍天之恩，慕先祖圣德，祈求福音，高泽胎儿。诺。魏姬在这传德殿中，能承袭先祖苍天，还有众妃的福气，这可是你的大幸。魏子夫，谢皇天，谢大汉先祖。今后，我与太皇太后将会在此闭关静修，以求大汉子孙万世延绵。后宫之事，就交由皇后料理。臣妾知道两位太后一直为了清心静气而素食斋戒，臣妾也想同各位妹妹一起为魏姬祈福。好，皇后和众妃都做得好，将来上天恩泽后宫，降德皇子，你们都有功。谢太皇太后。魏姬啊，你就安心养胎，为大汉生个聪明健康的皇子。诺。皇后贤惠有加，由你来守护皇嗣，哀家也放心了。众妃在这段日子里也要静心静气，以谢天恩。谨遵太皇太后叮嘱。参见皇后。诸位免礼。魏姬怀孕，皇宫逢喜，连花草鸟木都欣欣向荣，欢庆以贺。我也特设宴备舞，让大家与魏姬同乐。谢皇后。魏姬到。两位太后一闭关祈福，他母女二人就请你去看我，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呢？来，饮了此杯。
个表演特别有意思。未姬的龙胎，多少个脑袋也保不了你的小命。皇后恕罪。皇后，这幻术很精彩，并没有惊吓之意，还请皇后息怒。可不是嘛。你们退下吧。不。娇儿，你实在太紧张了。今日所有的演出都是为了未姬高兴，又怎会有谋害之意呢？现在皇后心里就只有魏姬，魏姬，你真要好好保重身体，别辜负了皇后对你的一片关心呐。谢皇后，谢窦太主，奴婢一定会好好保护胎儿的。来人，在，换一场喜庆的歌舞来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诺。